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时刻。今天我将带大家深入探讨一本颠覆传统思维、激发无限潜能的书籍《游戏的终结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詹姆斯·卡斯 （James P. Cars）， 一位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。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，为我们揭示了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之间的本质区别，并引导我们思考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生活，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成为真正的赢家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是否曾在某个时刻感到生活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竞争，而你永远无法真正获胜？或者，你是否曾为了某个目标而奋斗，但一旦达成，却发现空虚和迷茫接踵而至？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，那么游戏的终结正是为你而写的。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哲学著作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生活的指南。它将彻底改变你对竞争、成功和人生的看法，帮助你找到真正的自由和满足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的核心思想，看看它如何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1. 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，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书中最重要的概念：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。有限游戏是指那些有明确规则、开始和结束的游戏，比如一场足球比赛、一场考试，或者一次职场晋升的竞争。参与者的目标是赢得胜利，达成某个具体的目标。而无限游戏则不同，它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。参与者的目标是延续游戏本身，而不是赢得胜利。生活中，艺术、科学、文化等都是无限游戏的例子。卡斯认为，有限游戏是封闭的、竞争性的，而无限游戏是开放的、合作的。在有限游戏中，胜利者总是少数，而失败者则被边缘化。相反，无限游戏鼓励参与者的创造力和协作精神，因为它没有固定的输赢标准。要实践无限游戏的思维，我们需要学会从赢得胜利转向持续参与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我们可以不再仅仅关注短期的业绩和晋升，而是更多的关注个人成长和团队合作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以不再执着于某个具体的目标，而是享受追求目标的过程。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可以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我们不再因为一时的得失而感到焦虑和压力，而是能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找到乐趣和意义。卡斯在书中写道：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，而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两种游戏的核心区别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视角。想象一下，一位企业家不再仅仅关注短期的利润和市场占有率，而是致力于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。他关注员工的成长、客户的长期利益以及社会的整体福祉。这样的企业不仅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，还能为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。自我认知与角色扮演，找到真正的自我。接下来，我们来探讨另一个重要概念：自我认知与角色扮演。卡斯认为，我们在生活中扮演着各种角色，比如员工、父母、朋友等。这些角色往往是由社会期望和自身欲望所定义的。然而，真正的自我并不等同于这些角色。我们需要学会区分角色和自我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。角色是有限的、固定的，而自我是无限的、流动的。当我们过于认同某个角色时，我们就会失去自我，被角色的限制所束缚。相反，当我们能够跳出角色的框架，我们就能更自由地探索和表达真正的自我。要实现这种思维方式，我们需要定期进行自我反思，审视自己在不同角色中的表现和感受。我们可以问自己：我是在扮演某个角色，还是在表达真正的自我？通过这种反思，我们可以逐渐剥离角色的束缚，找到更真实的自我。这种自我认知的提升可以带来更深层次的自我接纳和自我认同。我们不再为了满足他人的期望而活，而是能够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做出选择。这不仅能提高我们的幸福感，还能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决策力。卡斯在书中提到，我们不是角色，而是扮演角色的人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角色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而不是我们的全部。一个职场白领可能同时扮演着员工、团队领导和家庭成员的角色。在工作中，他可能需要表现出果断和权威，但在家庭中，他可能更愿意表现出温柔和体贴。通过自我反思，他可以找到在不同角色中表现出的共同特质，比如责任心和关爱，从而更好地理解真正的自我。3. 创造与破坏，拥抱变化，迎接挑战。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创造与破坏。卡斯认为，生活是一个不断创造和破坏的过程。我们需要学会在破坏中寻找创造的机会，在变化中保持开放的心态。创造和破坏是相互依存的，没有破坏，就没有创造的空间；没有创造，破坏就失去了意义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面临各种变化和挑战，这些变化和挑战正是我们创造新生活的契机。要实践这种思维方式，
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变化，拥抱不确定性。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寻找新的解决方案。例如，在面对职场挫折时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重新评估和调整职业方向的机会。这种开放和灵活的态度可以增强我们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。我们不再害怕变化和挑战，而是能够在变化中找到新的可能性和方向。这不仅能提高我们的抗压能力，还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潜能。卡斯写道：“创造和破坏是生活的两面。”这句话提醒我们，生活中既有创造也有破坏，我们需要学会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。一位创业者可能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，但他没有因此放弃，而是将这些经历视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。他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商业模式，最终找到了成功的路径。这种积极的态度和开放的心态正是创造与破坏的最佳诠释。4. 竞争与合作，超越零和博弈。接下来，我们来探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。卡斯认为，传统观念中的竞争往往是零和博弈，即一方的胜利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。然而，在无限游戏中，竞争与合作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可以共存的。在无限游戏中，参与者的目标是延续游戏本身，而不是赢得胜利。因此，竞争不再是敌对的关系，而是合作的基础。通过合作，参与者可以共同创造更大的价值，实现共赢。要实践这种思维方式，我们需要学会在竞争中寻找合作的机会。例如，在职场中，我们可以与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共同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仅仅关注个人的得失。在商业中，企业可以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共同开拓市场。这种合作共赢的理念可以带来更持久和稳定的关系。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，都能在合作中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。这不仅能提高我们的合作能力，还能增强我们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。卡斯在书中提到，在无限游戏中，竞争是合作的一种形式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竞争与合作的本质关系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竞争观。在科技领域，许多企业通过开放合作和资源共享，共同推动了技术的进步。例如，苹果和谷歌在某些领域展开了合作，共同开发新的技术和应用。这种合作不仅促进了技术创新，也为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商业价值。5. 意义与价值，追寻真正的幸福。最后，我们来探讨意义与价值。卡斯认为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，而是由我们自身赋予的。我们需要学会在生活中寻找和创造意义，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。意义和价值是主观的、流动的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，因此，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来定义生活的意义和价值。要实践这种思维方式，我们需要定期进行自我反思，审视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。我们可以问自己：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我的生活有意义吗？通过这种反思，我们可以逐渐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，并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中。这种对意义的追寻可以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我们不再为了外在的成就和认可而活，而是能够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意义和价值。这不仅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，还能增强我们的内在动力和生命活力。卡斯写道：“生活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。”这句话提醒我们，生活的意义并不是现成的，而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和创造。一位志愿者可能放弃了高薪的工作，选择去偏远地区支教。他的生活可能并不富裕，但他从中找到了巨大的意义和价值。他通过帮助他人，实现了自我价值，获得了真正的幸福。这种对意义的追寻，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的。游戏的终结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。它不仅挑战了传统的竞争观念，还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通往真正自由和幸福的路。通过理解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的区别，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，找到更符合自身价值观和信念的生活方式。通过自我认知、创造与破坏、竞争与合作以及意义与价值的探索，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我，实现更深层次的满足和幸福。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《游戏的终结》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应用到日常生活中。无论是在工作、学习还是生活中，我们都可以尝试从有限游戏的思维转向无限游戏的思维，从竞争中找到合作的机会，从变化中找到创造的可能，从角色中剥离出真正的自我。记住，生活不是一场有限的游戏，而是一场无限的游戏。让我们一起拥抱变化，迎接挑战，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无论前方的路有多么艰难，只要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，就一定能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意义和价值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。如果你对游戏的终结感兴趣，不妨找来一读，相信它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祝愿大家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限游戏，活出真正的自我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